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聊起达喀尔王者宝马 GS ADV 的死对头，来自雅马哈重量级全地形 ADV Super Tenere XT200Z 发展史。Yamaha Super Tenere Raid Edition.雅马哈 Tenere 这个名字来自于图阿雷格语，就是沙漠和荒野的意思。而且雅马哈在达喀尔拥有绝对的话语权，因为第一届达喀尔冠军就是雅马哈。可以说雅马哈在达喀尔雄霸7、8年之后，才轮到宝马和 KTM。但是 XT172其实有一点小众，甚至不如它的小弟 XT660和新款 T700。主要的原因就是外观、配置和推广的问题。它的性能一点不输同类型，但是相比现在屌炸天的科技配备 ，XT172的确有些寒酸。但是不妨碍它是雅马哈最引以为傲的重量级全地形 ADV。另外 XT660实际上来自于第一代 XTZ750，也是 XT172Z 的第一代车型，生产于1989年，停产于1996年。这个 Tenere 车型为什么厉害？因为它使用360度曲轴的水冷武器门，749cc 双缸发动机，3个气门进气，2个气门排气，使用下稀式化油器，做工方式有点类似于俩冲程，也是当年科技含量最高的双缸发动机。为了抑制360度曲轴的震动，这台发动机安装了2个平衡轴，可以在7500转爆发69匹，6700转爆发68牛米。使用钢制单摇篮车架，相当于就是达喀尔赛车直接民用。座椅高度865，整备重量236公斤，油箱容量26升，0-100加速4.9秒，最高时速200公里左右。它的机油要使用20W40机油。当年它的竞争对手是本田非洲双缸 XRV750，可以说 XRV750发布之后最强最先进的就是本田。其实雅马哈也很奇怪，没有本田先进，也没有升级，而是在1991年推出了公路版的 TDM850，号称弯道之王。直到1995年推出了 TDM 同平台的 XTZ850和850 TRX， 这又是一款可以直接跑比赛的民用车，使用了270度曲轴的水冷 857cc 发动机，有78匹马力，油箱容量53升。你没有听错，油箱容量53升，净重185公斤。雅马哈是把发动机玩得特别明白，又是270，又是360。就在大家都以为雅马哈要大杀四方的时候，1996年推出了 TDM850 升级版。2002年推出了 TDM900， 主要是欧洲摩友喜欢 TDM 这种公路车，而且销量也非常不错，累计销量约10万台。直到2010年 Super Tenere 终于觉醒，推出了洲际冒险的终极装备 XT172Z。使用和宝马一样的轴传动，而且设计很有特色。电池和电子控制单元不在车头里，也不在座椅下面，而是全部放到了右边车架内，左边是散热器，类似于本田 VTR1000。这样的设计就是为了增加前轮负载。发动机同样使用了270度曲轴，水冷双缸 1199cc 4气门双顶置凸轮轴发动机，具有90度微缸的发动机特点和声浪，最大马力7250转，爆发110匹，峰值扭矩6000转，爆发110牛米。使用6速变速箱轴驱动，座椅高度845到870可调，离地间隙20厘米，机油容量3.4升，10W40到20W50都可以使用，油箱容量23升，整备重量260公斤，最高时速192。这个数据要高于同年份的宝马21200 GS， 也高于我最喜欢的 KTM 990 ADV 和铃木 DL1000，但是比起杜卡迪的150匹还是有差距，尤其整备重量雅马哈最重。可以说硬件和数据杜卡迪可谓名列前茅，但是真正的全地形能力和舒适度还是宝马172和990更好。铃木相对来说更划算， XT172介于它们之间。电控系统包括3级轻引力控制、动态 ABS，2种模式选择分别为运动模式和旅行模式。总体来说配置并不高，直到2014年开始发布了 XT172ZE 版和 ZS 版，马力提升到112匹，扭矩提升到117牛米，增加了巡航定速，高配型号有电子悬架、手把加热、原厂的 LED 雾灯。2018年发布了穿越版，原厂配备侧尾箱，同年还发布了突袭版，但是电子配备一直没有增加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一直不热门的原因。第一是价格其实并不便宜，第二是配置相比同级别其实有点少，第三是造型和品牌力的确是 KTM 和宝马更厉害。但是 XT172绝对是一台好车，可能雅马哈有自己的想法。现在2014款到2017款二手大贸价格大约11万到14万，水车价格在2.5到4.5左右。水车不可以上路，只可以收藏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